居命运的浮沉。你在苦难路上行走，风里雨里不回头。你的脸上写满了春秋，心中装满了宽厚。你的身影迎着朝阳，天高云淡不言愁。黄河滩上走着我的娘，娘的血在我身上流淌，黄土地上矗立着我的娘，压不完的脊梁，黄河的魂。黄河滩上走着我的娘，娘的血在我身上流淌，黄土地上种着我的根，压不完的脊梁，黄河的魂。黄土地上种着我的根，压不完的脊梁，黄河的魂。老奴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您就给夫人磕个头，拜个年吧。为什么非要给他去磕个头？老奴也是受人之托。受人之托？是。福叔，那我走了。哎，福叔，我有一事相求，请您帮个忙。您说。你是说是我媳妇儿英娘求的你？是。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，如果二少爷来祠堂祭拜祖宗，请福叔无论如何要把他留住，让他去给婆婆磕个头。天底下没有不疼孩子的娘，只要二少爷和婆婆见了面，那疙瘩就算是解开了。其实我知道，龙家和婆婆都需要二少爷，二少爷也离不开婆婆和龙家呀。之前的误会都是因我而起，这些年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罪人，害得婆婆和二少爷骨肉分离。即便是别人不说，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是个妖孽。二少爷，请您一定体会二少奶奶的一片苦心。那就给他去磕个头，就当为了我媳妇儿。好，太好了，这样您娘俩那点误会就烟消云散了，夫人的病也就好喽。我这还能顶个郎中啊？一般的郎中可开不出这么好的药来。继宗来了！无量天尊，龙夫人，张某给您拜年了！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龙夫人，张神仙，我祝您万福金安，大吉大利，祝龙家买卖兴隆，风调雨顺呐！张神仙呐，佘管家，不要让人白来，给他些银钱，帮我送客。是。龙夫人，这2年没见面了，您不请我喝杯茶，唠唠家常啊？改日吧，你先走，一会儿继宗要来了，他要是看见你一不高兴再走了，如何是好？二少爷要来，那正好，我有个事儿啊，得给您提个醒。张神仙，您还是走吧，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。我们家夫人今儿没空。
那可不行，二少爷马上要来了，我来的正是时候。我说昨天晚上我怎么梦见老祖宗了呢？原来是他老人家要托我带话啊。龙夫人，附耳上来。你别在这儿装神弄鬼的了，有话快说吧。二少爷家那个灾星快2岁了，还没有开口说话，您知道吗？这里边可暗藏玄机呀！这都分家了，他会不会说话，我哪知道啊？你有话快说吧，再胡言乱语我都不想听了。我就8个字，您爱信不信，听好了。灾星开口，家破人亡。少奶奶真是个大善人，一定会有好报的。这小少爷一定会接管着龙家的金山银山的啊！哎，我跟老祖宗是朋友，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嘱托我，我不敢不来。我知道这大过年的说这话不吉利，也不招人待见，所以呀，您这赏钱我不能拿，而且我根本也不是冲这钱才来的。哟，二少爷您过年好啊！缘分呐，缘分呐！娘亲在上，孩儿龙继宗给娘磕头拜年。娘想你，娘想你呀！娘，没什么事儿的吧？先回去了。别走啊，儿！沈管家，快去给二少爷看茶。坐坐坐。二少爷，请用茶。娘回了，别走啊，留下来陪娘吃顿饭。我成家了，这家虽小，可我是一家之主。现在这个点该吃饭了，我不回去，3个闺女不敢动筷子。回了。儿啊，娘还有话要说呢。娘请讲。这话大过年的不应该说，可是娘憋在肚子里，心里难受。我问一问，你那第3个闺女是不是还不会说话呢？啊，她都多大了？19个月了，转眼就2岁多了，还不会说话，不觉得奇怪吗？你是不是又要说她是个灾星啊？再提这2个字儿，我可不爱听啊。我刚刚得了8个字，不说出来，对不起祖宗。你从哪儿得的这8个字啊？那你就别管了。总之，有人帮咱们家看了命数，这8个字关系重大呀。哪8个字啊？灾星开口，家破人亡。是不是那个江湖骗子说的？放他个奶奶个拐弯撸圈屁！我赶出去扒了他的皮！我。哎，二少爷，您别呀，那8个字不是张神仙说的，不是张神仙说的，是你编出来的。
好心好意回来给你磕头拜个年，你竟然说出这种话！我闺女起名字了，念娣，龙念娣，我起的。我虽说是个闺女，我亲生骨肉呀！你当娘的，你将心比心。多年前人家说你老三龙严嵩是一个妖怪，是一个灾星，让你扔黄河里，你干吗？你干吗，娘？我说我不来，英娘非求我来，哎，我还真来了。龙继宗，你真贱！哎呀，夫人，您坐，您坐。哎呀，我真后悔呀！我怎么能听那个张神仙胡说八道呢？继宗说的对，他就是个骗子，骗子！是，你快带人去替我打折他的腿！哎呦，我儿子这刚回来就又走了，这以后要是再不回来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夫人，这是您让我给二少爷准备的银票。对，快去追上继宗，把银票给他。快！二少爷过年好！你有2年没回家了吧？小姐们都还好吧？好。二少爷过年好，也给二少奶奶拜年了。二少爷，请留步。二少爷，你们先下去。是。二少爷，我这有话跟您说呢。有话快说，孩子等着我回去吃饭呢。二少爷，这个请您收下。这什么？这夫人让我交给您的。他给我银票干什么？帮你啊。那你告诉他啊，我自己做生意，我能养活我老婆孩子。哎，我说二少爷，你怎么这么不领情呢？去年秋天冀宗货站是不是囤了一批棉布卖不出去，压了货款？夫人知道以后，马上把银票给了我，我立马赶到冀宗货站。夫人不让我说的，算我嘴欠。那些棉布都是你买的？你以为呢？那还不是夫人怕你压了本钱吗？那行，你给我回去转告他，你说他好意我心领了啊，我过得挺好，以后我的事不用他操心，你把银票还给他。既然分了家，我用他钱算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别，二少爷，不行啊，二少爷，这银票您不收，夫人呢，我交不了差呀。夫人说了，这钱算您借她的。我打听过了，这一开春，冀宗货站在省城订了一大批的货，准备做大买卖。做大买卖是不是需要本钱周转啊？我不用龙家的钱。什么叫龙家的钱呢？我们二少爷说，这个钱那是夫人的私房钱。夫人嫁到龙家的时候，带了一大批嫁妆过来。我是夫人的陪嫁侍女，我最清楚了。哎呦，二少爷，您还是收着吧，这是你娘的一片心意。你要是不收，夫人会伤心的。是我还真缺钱周转，那我就先收着，等我赚了钱之后，我连本带利还给我娘。您收着。哎，这是干嘛呢？我都看见了啊！哟，有这么当婆婆的吗？啊，太偏心眼了吧！账房的孙少爷想请个洋教师不给他钱，这边倒好，都分了家了，还使劲往手里塞钱，说什么打翻了，从此不再往来了，糊弄鬼呢！就是为了算计我们长房的孤儿寡母，私底下呀，偷偷的把家底都往老二家里捣鼓，让我们娘俩将来什么都落不下呗。孩子他爹呀，你快睁开眼
们孤儿寡母的，哎呦，我们孤儿寡母的被人欺负啊！这大过年的哭天喊地的，成何体统？哟，就许你们偷偷摸摸的往外运家底，还不让我说话了？行，来个痛快的，你们就煮上一大锅毒药，把我们娘俩给毒死，杀人灭口呗！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？你把话说清楚了，我和我娘之间有什么偷偷摸摸的？哎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都已经分家了，你拿家里的银票干什么？你还要不要脸啦？谁说要这个银票啊？季总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你咋不吃饭呗，狗啊？我吃什么饭？我龙家有我吃的饭吗？一个柳英娘，一个你，就知道多管闲事儿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我就多余回来，我就多余回来。探弟招弟，等爹回来一起吃。来，念念，把口袋都收好，别一边吃饭一边玩。爹最喜欢有规矩的孩子。二少爷回来了，爹过年好，爹过年好。坐吧。孩他爹，怎么了？老大什么时候开的口？1岁。老二呢？11个月。咱们家老三多大了？2岁了，他2岁到现在还不会叫爹。孩子他爹，先吃饭吧，有啥话吃完饭再说，孩子们都饿了。吃什么吃？大过年的哭哭哭，丧气！孩子他爹，你干什么去啊？什么干什么去啊？大过年的在家听他哭啊，出去喝酒去，丧气！二爷，今儿过年，要不您回家喝去吧？怎么个意思啊？没给足你们酒钱怎么着？不是二爷，小店要关张了，我们也想回家过年。没不让你们回家过年啊！酒菜给我备足了啊！你们该回你们的，不用你们伺候。二爷，这不合适啊。合适吗？二爷，合不合适，全是你的赏钱，拿着。哎，今儿是怎么了？我2位贵客一个也送不走。还有人不回家过年？有啊，那位我也惹不起。谁呀？县长大老爷的亲侄女儿。
龙继宗，大过年的你怎么不回家？大过年你不也没回家？我是无家可回。不是你叔叔呢？回老家桐城。那你跟着他回老家呀？回去要是被人问起婚事，我怎么答？大过年的你不回家，你太太和3个女儿能答应吗？我家我说的算，我到哪儿喝酒那是我的自由。说你以前我记着酒量不行呀，上次在临县喝酒，你喝了3杯，咣就摔那儿了。你这怎么自己还喝上了？哎呀，那是前年的事儿了吧？前年了。哎，你还没找着婆家？不是那意思，红小姐，就是婆家还没找。不，你刚才说的吗？你说的。我婆家是没找到，不过酒量练出来了。再是想灌醉我，可没那么容易。真的啊？哎，这样，我那边备的酒菜多，洪小姐可否一驾同饮？大过年的，你我一起喝酒，你不怕别人传闲话，传到你媳妇耳朵里，又打翻醋坛子？我已经给了赏钱，让小二全回家了，整个酒楼就剩咱们2个人，谁能看见？好吧，我在孝兴也不认识什么人，要说，还就和你有点交情。我们一起喝酒过年。一起喝酒过年。把子，人古有关公千里送嫂，他是我把兄弟，他一直惦记着嫂子，他算什么东西？我真瞎了眼了我！你别说我没提醒你，你尽快再雇2个掌柜。干嘛？做生意总要往外跑，雇别人跑，你最好别离开孝兴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成天往外跑，就不怕哪天石少卿把你的娇妻美眷劫走？我媳妇儿不可能和他走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他惦记有什么用？他惦记有什么用？那时候石少卿早被我赶走了。赶走了？嗯。半个月前，就在这个酒楼，我见过他。不是，你说什么？我听见他吩咐手下的人盯着你，打听你什么时候离开孝兴，什么时候回来。好像整个秋天他都待在这儿。不过你在孝兴的时候，他就躲在客栈睡觉，8成是怕街上撞见你。哎，当时他就坐在这儿，我坐在那儿。后来他发现了我，嬉皮笑脸的打招呼，我就质问他，怎么还有脸来孝兴？他说，他想做的事儿做不成，绝不死心，绝不死心。这么说，他一直派人打听什么时候走，什么时候回来。二少爷，小兔快吐出来！就是好东西不能吐出来，我弄点水。哎。
少爷，这是跟谁呀？喝这么多的酒？啊，和一个老相识喝的。二娘，昨天说给老三断奶了，什么时候啊？去年夏天。啊，这么说就是从秋天开始就没再给孩子喂奶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好像整个秋天他都待在这儿。不过，你在孝兴的时候，他就躲在客栈睡觉；你不在的时候，谁知道他都干什么了？喝茶。哎呀，二少爷亲自给我沏茶，这不得折煞老奴吗？哎，您坐，您坐。你我情同父子，你说你跟我客气啥？我这次叫您来呀，就想让您帮我个忙，帮我给佘管家带个话。佘管家，二少爷，我知道他得罪过您，可您是主子呀。不能跟个女流之辈一般见识。我没和他一般见识，是这么回事。他侄子不是警察队长吗？我想和他交个朋友，您就帮我传个话就行了。这龙家可真有钱哈！平时在外边说点面，有2天的肉就不错了。您瞧这碗，我想挑2根面条倒是难了。全是大块的牛肉，我呸！你以为龙家谁都跟你一样吃个面光见肉不见面的？那是因为你来了，我专门到厨房给你盛的。我说的嘛，谢过。香。我说呀，你小子怎么会这么好命呢？我又怎么命好了？龙家二少爷想认识你，要和你交朋友。谁？龙继宗啊！哎呀，这王八蛋！上次给了我一巴掌，真后悔没有一枪毙了他，还敢拿枪指着您。我听说之后，恨得我牙根痒痒。我真想给您报仇啊！我，好啊，跟我交朋友是吧？我逮着机会，我非收拾死他不行。你闭嘴！胡说什么？你在这胡说！要是没龙家，你就是个乡下的地痞无赖。龙家在你身上使了多少银子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夫人呢，给龙家生了3个儿子，大少爷没了，三少爷去了个西洋2年了，一点音信都没有。现在龙家就剩下二少爷了。没错，前2年为了分家闹得不愉快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二少爷总是夫人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龙家早晚是要交到龙继宗手上的。二少爷想认识你，和你交朋友，那是人家高看你，是你的福分。所以二少爷吩咐你的事儿，你一定要尽心竭力去做，哪怕赔了自己的小命，也要为二少爷效力。明白了？我凭什么呀？我，你小子，你敢不听我话？佘队长，我脾气不好，我打了你一巴掌，我的错，我先干为敬。哎，别！其实上次你打我那一巴掌，那毕竟是情急之下，我也没往心里去。可是我姑姑是你姑姑，咱姑姑。这咱姑姑呢，一直服侍我娘，跟着我娘陪嫁到龙家，是这么回事。我小时候啊，你姑姑正好她身体不好，告假还乡，所以我们不熟识。
后来我娘告诉我，我才知道她们情同姐妹。情同姐妹？怎么这话从你们主子嘴里说出来，我这后背直冒凉劲儿啊？那情同姐妹你还能拿枪？我错了，自罚一杯，向令姑母赔罪。哎呦，谢，您请坐，请坐。佘队长，从我娘和您姑姑那儿论，咱俩得是兄弟相称。别，这我可高攀不上。我高攀，是我高攀您。你看您这警察队长，我一介草民，我高攀您。来，我就敬你一杯。别，这我多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二少爷，这说起来啊，龙家对我还有我姑姑，那可真是大恩大德。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今儿个摆这一桌子好酒，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你就直接吩咐吧。再敬你一杯。来。真有事求您，佘队长，我这次想请你帮我捉奸。捉奸啊！哎，二少爷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不都说了吗？是兄弟，那不行这个呀。是，您是警察队长，手中有枪，那是给政府效力。我一介草民，你这给我办事，那上下的，事后还有重谢，还有重谢。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这捉奸捉谁呀？怎么个捉法？爹，好，来吃饭，坐着。媳妇儿，哎，这次可能走的时间长一点，1个多月吧。你昨天不是说过了吗？哦，喊你找爹，爹这次走这么久，会不会想爹啊？想。哎，说谎，想爹不亲亲爹？嗯，啊，扎，爹刚剃我胡子，扎。念爹，咱也过去亲亲爹。亲呢？你看这孩子，让你亲亲爹，你咋还哭上了？二少爷，别往心里去啊！这孩子脸小，你这一瞪眼睛，他就更害怕了。你说你也是，这老三不愿意亲就不愿意亲，你难为他干什么？吃饭。二少爷，一路上小心点，该打尖打尖，该住店住店，千万别着凉了，更不能赶夜路啊！行，知道了，带着孩子赶紧回去吧。啊，走。走了。这次走1个月。没错，昨儿他亲口对火宅里的伙计们说的。1个月足够了。
就算英娘铁石心肠，我也要让她融化。老爷，您要是想要，那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？我真是想不明白，您为了这么一个3个孩子的娘，这……你给我闭嘴！3孩子怎么了？英娘在我眼里是最了不起的女人，跟我亲娘一样，所以她必须跟我走，永远陪在我的身边。你说我能成功吗？啊，这个我可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我比他龙继宗年轻、英俊、风流倜傥。我爹留给我的家业，比他龙继宗分家得到那仨瓜俩枣不知道多了多少倍。我凭什么不能成功啊？可是上回英娘没跟我走，才说明她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女人。要她真是个水性杨花之辈，我石少卿还看不上她。越难得到的，越是最好的。起的这个名真好，念着念着，弟弟就来了。不过这次啊，娘可得长点心眼儿，在弟弟没做稳当之前，不能告诉你爹。谁说我们是小贼星呢？我们是小福星。来，亲亲娘。再亲一次，娘的宝贝闺女。念弟呀，怎么还不睡觉啊？你看姐姐们都睡了，娘可不能走在地上这样抱着你溜达呀。娘肚子里还有小弟弟呢。哎，对了，念弟呀，哎，你说娘这次肚子里是不是小弟弟呀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娘这次啊，一定要生个小弟弟，要不然娘都觉得对不起你爹，对不起龙家的祖宗了。念弟，娘哄你睡觉好不好？为什么不睡觉呢？我真没想到，您这么尊贵的少爷，竟有人敢跟您戴绿帽子。切，把嘴给我闭上！啊，行。说这京城来的有钱的大老爷，看上了3个孩子的娘了，我怎么有点不信呀？这是，哎，你，哎，这，哎呀，哟，哎，真来了！青春熟路啊，这个指不定来了多少回了。
二少爷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这时候不能进去，这时候进去，可人家不认呐。啊！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年弟呀，你怎么还不睡觉啊？也不让娘熄灯，到底想干啥呀？你要再不睡觉，娘可要吃你小脚丫喽！谁呀？谁在外面？念弟，跟姐姐睡觉。谁在外面？嫂子，是我。你是谁？英娘，你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吗？我是石少卿啊。人生苦，青春短，岁月忙，不可负韶光。朝思量，暮念想，为儿女凋谢一生芬芳。别离多，相聚少，月光寒，秋来加衣裳。天不黄，人已老，梦一场，谈情似染白霜。他知道北风南方苦暑难当，人情冷暖世事无常。他在何处，家就在何方。人生苦，青春短，岁月忙，不可负韶光。朝思量，暮念想，为儿女凋谢一生芬芳。别离多，相聚少，月光寒，秋来加衣裳。天不黄，人已老，梦一场，谈情似染白霜。他知道北风南方苦暑难当，人情冷暖世事无常。他在何处，家就在何方。知道命运坎坷，不必悲伤。人世沧桑，谁能无恙？再多的患难，心不曾绝望。他在何处，家就在